持定。休想！朝堂之上，岂能住手！荒唐！你们都住手！朝堂之上，刀不剑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快走！快叫咱们的人上来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外面的人是哪来的？都是公子华的人呐！东南外有禁区把守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朝堂之上不能行凶杀人！快把他给我杀了！谁敢杀我？呀！大秦这就算完了，完了！大秦这就算完了！夫人，雍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继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继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舞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
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芈姝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即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十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她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才艺用锐的话有违？先王去世后，芈姝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继，大厦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示其心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样？楚
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处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处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弑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燕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……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击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七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光这个“马”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
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花公子。母亲，你别哭了。母亲不能不哭。母亲有一次辜负了花公子，上次因为你负我，这次因为秦国。母亲欠他的情太多，我一生的眼泪都还不完。子歇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、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，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，找到处离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芈姝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，村村镇镇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。
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永瑞和米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米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米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蜜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。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，什么？昨日公子壮离开了他的住处，不知所踪。他手下的人说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出门了。谁送的书信？公子壮是未来的秦国大王，出门怎么会没个跟随伺候？会后，甘相来了。会后，免礼。甘相，我刚刚听说魏夫人和武王后已经答应与我们联手，并说他们有一份大礼要送我。甘相看此事，此事来得突兀。那武王后没有几日就要临产，他们一直想借婴儿一步登位，怎么骤然改变了主意？会不会是他们听说芈月在我手里，公子壮登基已成定局，顺水推舟？也有道理。会后擒住了芈月，魏夫人和武王后主动归附，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呐。那个义渠君此刻在何处？啊，在大殿外等候。宣他进殿。啊，慢。会后，想那戎狄野人哪懂一点礼仪规矩，必须调些禁军进殿，以防万一。宣义渠君进殿，觐见会后。不必多礼。这位是我大秦的甘相。义渠君，哼，本王孤陋寡闻啊，只知道大秦的国相是出离子，原来还有位什么甘相。久仰义渠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好汉。本王也久仰会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却有些意外。此话怎讲？会后与那芈月本是同胞姐妹，长得也是慈眉善目的，怎么感觉会如此不同啊？那芈月与我是同父异母，从小无人管教，所以与我大相径庭。哦，果然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义渠君说得好，我以为义渠君准备好了粮食，还有金和绢，就由义渠君带人去王库直接提取。只是这芈月，放心，会后坦诚相待，我义渠当然要言而有信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义渠君，这芈月乃我大秦朝廷重犯，却身无镣铐束缚。你们义渠人对待人犯，是不是太过优渥了？那要看他身价如何。如今的芈月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芈月妹妹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惠后惦记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日我苦等良久。我也曾揣测过再次与你见面的场面，没想到会是眼下这般情景。让姐姐好好看看。自打6岁，在父王的大殿与你相识，转眼快30年了。物是人非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有今日，无论好坏，都拜你所赐。怪只怪老天，让你我相生相克。既然姐妹一场，此时你若心生悔意，跪倒在我脚下向我告罪，我虽饶不了你的性命，但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仍然掌控不了大秦的天下。你别拿先王的遗诏吓人。我已调查许久，若真有那遗诏，早就出头露面，有迹可循。我也曾想过，或许遗诏在你那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只要你死了，那遗诏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，销声匿迹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。咸阳城在我手上，所有的王军和禁军也受我治辖。魏夫人和武王后也将归顺于我。只要公子壮顺利登基，其他的人只能顺应大势。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弟弟魏冉会来救你，我即刻下令发兵围剿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去黄泉路上与你作伴。你做不到。能否做到，反正你是看不到。芈姝，可怜你愚钝如此，你本非歹毒之人，却为了点滴私欲弃明投暗，偏偏一条路越走越黑。你害了你的孩儿嬴荡，更害了大秦。先王若是地下有知，如何饶得了你？好个芈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珍珠，张嘴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义渠君。会后你不要忘了，芈月眼下还是我的人。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了你。这芈月是我大秦的囚犯，带着你的人，全都给我滚出宣誓殿！大秦乃礼仪之邦，会后是你请我来的，就不该轻易下逐客令吗？啊！你还想做什么？把这些一群野人给我撵出殿去！不这是逼着老子翻脸了是吧？在下早就想领教义渠君的身手了，请来。会后，会后。武王后和魏夫人给惠后送的大礼到了。他们送的什么？让微臣替惠后看看。有劳了。衣物？谁的衣物？是公子壮的。冯家，昨日是谁给公子壮送信的？正是小的。他们把公子壮弄到哪儿去了？小的只是奉武王后之命行事，公子壮出宫之后的事，小的一概不知。好你个冯家，我待你不薄，提升你为患者令，
你居然忘恩负义，卖主求荣！会后此言差矣。小的主子早已是武王后，小的对武王后始终不二。大监冯甲，恭迎武王后魏夫人进殿。你们这两个犯上作乱的东西，也敢走进宣誓殿？快把这几个贼子拿下！谁敢动？武王后怀的可是大秦的储君，有2个脑袋的，过来试试。义渠君，会后答应给你的东西，我们一样不少都给你，再加万金。你把芈月交给我们如何？那你先把你的万金抬上大殿再说。我们武王后拥有大秦天下，哪在乎这点金银？快来人呐！把芈月用链子锁起来，关进囚笼。放肆！芈月是会后想要的人，岂容你们染指？小人呐，你不看看老子的剑，答不答应？至于会后，武王后马上就要生下武王的子嗣，你也该交权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会后，没法子。会后，再过几日，这宣誓殿就有新王了。哎呦！殿下，魏夫人，还等什么？即刻将人抓起这些妖言惑众、企图篡位之徒！干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新王即将登基，武王后对每一位老臣都寄予厚望。你们把会后请回交皇殿，这宣誓殿也让他做得太久了。会后乃先王遗孀，你们休得无礼！谁敢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胡卫在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好啊！先将这个阉人给我拿下，他敢冲撞贵人，拔了他的舌头，再关到囚笼里去示众。是。武王后，魏夫人，住手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哦，这狗还有主人呢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谁是它的主人。站出来，我连它主人一起打。嘿嘿，过来吧！武王后，魏夫人。好，武王后，义渠君仗义直言，我定会有所回报。不必了。楚离子，进来吧。楚离子，司马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臣奉先惠文王遗诏，迎新君继位。哪来的遗诏？哪来的遗诏？武王后身怀大秦未来的储君，就算是先惠文王有什么遗诏，你们也应该跟武王后知会一声。魏夫人不说我还忘了，武王后身子沉重，十分辛苦。只可惜，储君在哪里？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耍这骗人的把戏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们应当心里明白。不会，你居然是贾运！好了，你们这些人都给老子闭嘴！王后，芈夫人，请吧。
王而迎继，凯替君子，仁爱宽厚，深明大义，特传位于公子迎继。恭迎新王上殿！恭迎新王上殿！背着我捣鬼！你们疯了啊！拥戴这么一个黄口小儿，他非嫡非贤非长，为什么？奏魏后，武王后、魏夫人回宫。是。你们都睁眼看看他，他凭什么为王？我是帝后，非我认可，没有人有资格登基做大秦的君王。我等受先惠文王遗诏，拥戴公子季继位为王。甘相，你呢？说话呀！会后，大势已去，你还是回交房殿吧。好。请吧。我是说，今日是第一次上朝，心里好珍重。诸卿免礼。今日议立何事？臣处理急有奏。准。先武王当在洛阳并天，子贡已经运回咸阳，因朝廷内乱，迟迟未曾落葬。既然武王当的灵柩已经回到咸阳，当葬入王陵。是。会后所言极是。甘相，你说什么？微臣说会后英明。芈月糊涂了。甘相先前
一直尊芈姝为惠后，何以又尊我为惠后？芈姝失德，当废尊位。如今大王正位，当尊您为正位，为母后，复先王氏为惠文后。芈月最恨人云亦云。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，那芈月懒得去争抢，还是免了吧。我们做臣子的，总得给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。尊不尊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臣以为，芈姝以惠文后身份行令数年，未免混淆，当为芈夫人另拟一尊号。臣赞同雍大人之言。臣也赞同。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，臣也赞同。既如此，不知诸卿拟何尊号？武王以君王之尊而效匹夫之举，因之殒命，令得秦国大乱。此乃芈姝教子无方，有失母德。想当年周武王英年而逝，一下成王年幼，幸得母后王姜辅佐，匡正王道，从而成就周氏江山数百年，至今不灭。周氏三母称太任、太姒、太姜，臣以为当以太字为尊号，称太后。太者大也，也作太字，而以为形容未尽之意。古以太字为最尊，王之楚为太子，王之母当为太后。臣以为芈姝有失母德，太后当尽母职，代王摄政以匡正王道，行古人未行之新政。故建议自今日起，王之母当不负前王谥号，另行单独称为太后，不知可否？臣以为魏冉将军、雍瑞大夫所言甚是。初离子以为如何？臣但遵王意。既如此，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。寡人年纪尚小，为了大秦王业，当由母后临朝称制，代掌朝政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芈月愿与众卿携手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兴我大秦王业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公元前306年，在魏冉和初里吉等人的支持下，秦昭王嬴稷登基。因其年幼，其母芈月听政。自此开端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太后。芈月开始了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，史称宣太后。如今那公子既已经登基了，我们忙活了这么久，全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我们的运气算好的了，不知这芈月是一时顾及不上，还是有别的顾忌，竟然没有即刻追究我们给他下蛊的罪责。按理说，芈月和我们结怨极深，就算不即刻拿走我们的人头，也应该把我们打到掖庭冷宫去。谁料却把你我放在这披香殿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打算。他那是欲投鼠而忌器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这是为了收服人心。只要华哥哥和诸公子们继续拥兵自重，我想芈月就不会即刻动咱们。看来我们的指望都在华儿身上了。夫人，武王后，她来了。谁来了？惠后芈姝。她来干什么？
惠后来了。惠后可是宫里的老人了，莫非连规矩都不懂了？到我这儿横冲直撞的，也不事先通报一声。真是一场大梦。先前武王后怀胎10月，信誓旦旦说是荡儿的骨肉，原来只是儿戏。姑母，惠后当真还惦记着那孩子呢。真是好笑。那，这就是你的孙儿。魏仪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好歹当儿是你的夫君。会后，大王不在了，我跟姑母总得寻条活路吧。身孕也好，假孕也罢，可你们不能去害公子壮。我们哪里有害公子壮？我们只是派人把他送到华儿那儿去了。若不是你一心想独揽大权，硬要立公子壮为大王，还使尽手段想除掉我华儿，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哈，你们自以为得计，到头来帮了谁？公子华吗？如今登基的是芈月的孩儿公子季，愚不可及。众臣们拥戴公子季登基，那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朝政未稳，人心未定，谁能保证就没有翻盘的机会？咸阳城外与朝堂对峙的10几个公子当中，最出色的就是我华儿。过些时日，这咸阳城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。你只有一个公子华，而其他公子呢？别忘了，我才是先王后，先王所有的孩儿都是我的孩儿。宫中哪个公子要登基，那都得我首肯。更何况，这宫外边还有10几个想争夺王位的公子，我说立谁为王，谁就是王。嫡庶有别，即便你养育公子华30多年，也抵不过母后2字。你再托大，也托不过先王。公子季，他可是有先王遗诏的。大不过先王这话不假，可你怎知道那遗诏不是伪造的？芈月伪造遗诏，罪不可赦。从今以后，国之要政，就要拜托初离子和雍大人你等重臣了。微臣不敢。朕坐于宣室殿，如坐针毡，纵目望去，大秦内忧外患，国势崩溃。如今是强敌环伺，百废待兴，而新王弱小，势单力孤。你们看，该做何打算才好？武王当在位时，关闭四方馆，只用匹夫莽汉，弃用贤良之才。诸公子之乱，又让上君当年所立秦法名存实亡。军队分成无数派系，国家连年外征内战，人丁减少，田园荒废。最大的症结是，有魏、楚、赵、韩、燕等国军队驻在函谷关外，只等瓜分秦国。依微臣看，这诸公子之乱是当务之急。当初诸公子为争王位而相互残杀，如今新王继位，应设法说服他们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臣服新王。函谷关外军情危急，诸国皆通报要向我大秦派出使者，说是入咸阳朝贺，实则心怀恶意，想与我大秦讨价还价。据可靠消息，前不久魏、楚、韩3国就偷偷派人前往雍城，与公子华密谈。有诸国在公子们的后面煽风点火，想让造反的公子们偃旗息鼓，只怕得大费周折。列国本打算让我们秦人一味自相残杀下去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瓜分秦国。但如今新王继位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，
自然是要赤膊上阵。如此看来，这内忧外患彼此息息相关。可眼下秦国的确是千疮百孔，重伤垂危。我不能再让他经受风雨和战争。秦国渴望休养生息，可列国却不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如此看来，先对付这5国强敌，那便是重中之重。驱散了函谷关外的虎狼，我们便可腾出手来对付内乱。而朱公子身后没有了列国的唆使，这闹事的心性也就会小了许多。月儿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你这模样，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。是啊，你在这宣室殿一待就是1日，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也不见你的影子。宫中事务繁杂，百废待兴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哎呦，累了。来，坐下说。你们这些秦人呐，无趣的很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？啊？放在我们草原呐，谈得妥就一起喝酒，谈不妥上马开战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？哼！万事都这样简单利落就好了。好累。今日那些伺候芈姝的内侍禀报说，芈姝突然兴起，跑去披香殿了。他大概还惦记着武王后的假肚子，给他争王位呢。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大概把武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。这做梦做醒了，总会有点心痛。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，也算个好汉，但眼光不行，养了那么些个恶婆娘。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，不是冰清玉洁的，可到了这后宫，就菊化为止。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。天寒地冻，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，望惠后保重身子。辛苦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惠后，既然做了，那就吃点吧。惠后，你看。哼，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2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，他从未事先对惠后提醒。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子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了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芈姝那个恶婆娘，她跑了。芈姝跑了？据说这2日她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。
今日侍女给他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他的贴身侍女珍珠也跟着一同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芈姝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她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她驱使，还有期望她曾应许的荣华富贵。她这一跑，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。玉儿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。晚了，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。更何况，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，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，接替原来的守将。剩下的禁军里头，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。玉儿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义渠人与秦军共同把守攻进，保你安枕无忧。是你，甘相可是心浮气躁了？您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？哦，对了，惠后眼下如何？放心，此刻惠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。正是惠后叫我来给甘相问安的。公子华与惠后总算联手了。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，也没有永久的朋友。公子华需要惠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，惠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，彼此各有所需。当然，那个芈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。今后芈八子这个称呼不能再提了。是啊，如今要叫太后。太后，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，叫得长吗？都将军，此言何意呀？芈月当了太后，重用处理吉雍瑞、司马错等人，冷落甘相等一干旧臣，甘相不会没有怨怼之心吧？惠后和公子华视甘相为肱骨栋梁之臣，此刻惠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甘相呢。我留在这儿，有留在这儿的好处，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。拜见母后。拜见母后。免礼，坐稳。母后已经赐座，我还是不做了吧。叫你做你就做。眼下，我们与咸阳那边的战事陷入了僵局。我找你们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等有何高见。当日父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，而今在朝中支持芈月的那些人，有很多都是在新法实施以后而得以提拔的重臣。新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，以军功大小定王族身份之高低。那些没有军功的宗室儿女转眼落魄，对此，甘茂等旧臣和宗室旧族早已耿耿于怀。假如我们宣布在秦国废新法，而恢复旧制，如此可以得到各郡县原来封地爵位被削了的旧族支持，亦可打击在朝中拥立芈月的那些臣子们。兄长，高瞻远瞩，高瞻远瞩。好，那就照王二说的办。当日，我已在自己的封地恢复了旧制，
深得旧族人心。若真在全国恢复旧制，倒真是可以享者云集。但这全面恢复旧制，重新分封，是要朝廷颁旨的。我是先王正妻，众公子嫡母。眼下，我们的朝廷就设在这旧势力最强，曾是秦国几百年救国都的雍城行宫。储君就是你公子华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颁旨，名正言顺。芈月等人伪造遗诏，当天下诛。只要旧族当中愿意跟我们走的，立即宣召下去，恢复他们旧日绝路，世袭代代相传。如此一来，只怕秦国真的要乱一阵子了。乱了好啊，乱了天下，芈月母子就能早日父慈。等我重回咸阳宫，我定以嫡母之位封你为秦王。多谢母后。下去吧。会后，您当真要助公子华为王？自然当真。你看那没出息的公子壮，这才到公子华身边被调教几日，就一副心甘情愿做应声虫的样子，真是枉我当日想立他为大王，看走了眼。不过，我不光答应了公子华为王，也应允了子雍、子轩、子峰等人。到头来，还得看他们个人的本事。此刻看来，公子华是实心实意愿被会后所驱使。他是想一呼百应，一夜杀进咸阳城呢。不过他的心思倒也合我的心思。可公子华跳得这么凶，芈月会不会泄愤，按捺不住杀了魏夫人？杀了有何不好？那芈月一直摁住不肯杀魏延，是因为他投鼠忌器。那魏延与魏仪与我深仇夙怨，魏延肯写信给公子华，让他与我联手，还不是想借我之手扶公子华上位？可公子华要一上位，那魏延等人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吗？芈姝逃到雍城，与嬴华联手昭告天下，另立朝廷废除新法，给失了权势的宗室旧族们恢复绝路，并散布谣言说遗诏有违。这么一来，可有些人要蠢蠢欲动了。苍蝇驱邪，必会有人助纣为虐。但天下有识之士，不会情愿跟他们走的。造反的公子都是先王之后，芈姝又是先王的嫡妻，他们抱团的确是大秦的心腹之患。公子们造反，并非都是情愿。公子华与他们结盟，也并非都是牢不可破。当日武王当猝死，王位空悬，芈姝弄权，有的公子觉得不公，奋起造反。如今王位已定，朝廷不妨给他们指一条更好的路。我已经书信给过去的旧友，请他们进宫做客。照理讲，有一个人今日就该到咸阳了。太后，您看谁来了？臣妾唐氏拜见太后。两位姐姐折煞我了，快请起。谢太后。姐姐们坐。仙儿、慧儿，快去烹茶。是。坐。
太后，二位夫人许久未见，当好好叙叙旧。雍瑞就不打扰了，告退。只听说姐姐们答应回来，没想到这般快就到了。与太后几年未见，实在想得很。姐姐这几年住在公子池那边逍遥自在，远离咸阳的是非，能把姐姐请回来，真是不易。池儿虽孝顺，可我在那边整日也是闲暇无事，实在烦闷。正巧太后邀我回宫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两位姐姐待我一贯真诚，能来看我，着实让我高兴。先王过世时，木心被芈姝手下所害，亏得唐夫人冒险救下，请太医疗伤。木心还一直未谢过姐姐呢。唐夫人，小的木心，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快快请起。太后，妾身惶恐，妾身也只是看木心是个忠仆，不忍他被奸人所害。好在木心命大，若不如此，神仙也救活不了他。说起来实在惭愧，对比唐姐姐，我就差了许多。妾身从不敢冒险得罪谁，只能暗地里做些小事，透个消息，行个方便，只盼着若是在我失势落魄时，别人能看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份上，不作践我便罢了。魏姐姐何必客气？宫中的明白人不多，魏姐姐却是其中的一个。为人善谋，我将来倚重魏姐姐的地方还有很多呢。当年芈姝设计，用几个桃子挑拨诸公子，逼迫他们反出咸阳。如今大局已定，该是诸公子们霸占西滨的时候了。不知对此，魏姐姐有何看法？秦国内乱，民不聊生，池儿早就有按兵肃甲之心，只是不知如何取得朝廷信任。公子池明理，又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一贯听从姐姐劝告。若愿意率兵归附朝廷，那大王将特意表彰，以此鬼物犯事，说不定可借此逐渐平息诸公子之乱。谢太后如此瞧得起我，妾身不日即刻返回池儿封地，将太后之意转告池儿，定不负太后之托。魏姐姐，你真是帮了芈月的大忙。另外，唐姐姐，你在宫中的人缘最好，与公子雍的母亲又是表姐妹，不知是否愿意出面劝说公子雍母子归降？既然太后信任，臣妾愿意一试。那就拜托唐姐姐了。先进报。先进报。哎，等一下。先进报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我大秦宫禁，怎么可以让那些敌戎之人来把守？我大秦臣子又怎么可以让一群人随意搜身？太过分了！我们手头的兵马都调去平乱了，眼下这宫禁守卫之事，实在是捉襟见肘啊！这蒙将军啊，说的甚是。再怎么说啊，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。这一眼望去啊，简直成了狄戎人天下了。甘相此话不妥。义渠在先惠文王之时，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。此刻你张口胡人，闭口狄戎，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？紧急军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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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太后，公子华就和公子轩、公子峰和公子少官等8位公子，以奉惠后之命为由，
欲进逼咸阳，讨伐大王和太后。函谷关外的各国兵马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，蠢蠢欲动。有魏冉在，我不用担心函谷关。谋反公子的兵马离咸阳还有多远？公子峰的兵马进展最快，离咸阳大约还有5日的路程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看该如何应对？照理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眼下咸阳空虚，实在兵力缺乏。是啊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来势汹汹，我秦军缺兵少粮。哎呀，这猛虎它也挡不住群狼啊！臣以为，既然是群狼来犯，就该先击退领头狼。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，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，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虽说眼下咸阳空虚，但不该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。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，忠诚于大王和太后，不如请他们上阵，痛击来敌。义渠勇士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，近日又协助守卫攻进，备尝辛苦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，把守攻进的确可惜。义渠君，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，我后方自然无忧。太后放心，义渠人定不辱没使命。白将军，朕派你为义渠先锋，协助义渠军作战。记住，一定要打疼他们。臣白起领旨。那函谷关的各国联军该怎么办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诸国的兵马，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。诸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，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，我们也能够给他们。可惜张仪死了，秦国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辩才无双之人了。那太后的意思是？待我请各国使臣前来咸阳议政。